萧炎击败了先前的火炮男子之后，便是渐渐减缓了速度，因为他能够感觉到，伴随着他额头上的圣花印记浓郁起来后，他的方位也是会出现在其他争夺战强者的圣花印记感应范围中，所以在短短不过半个时辰的时间中，他察觉到了数道强大的神力波动，在对着他接近呵呵，来的倒是挺快。萧炎暗道冷笑一声，然后迅速的落下身形，袖袍挥动间，一道炫白色的火莲飞舞而出，最后竟是迅速的融入空气中。如今的萧炎的实力可不是五重天位神巅峰，随着实力的大突破，他对火道的早已又是多加了一分，所以能够让凝聚出来的火莲融入这片空气中旋即，他盘坐在一棵巨大无比的古树之上，周围的空气中带着一丝丝恐怖的炙热气息，释放着强大的能量波动。很快，萧炎便是察觉到了，竟是有着5道强大的神力波动从4个方向急掠而来，最后远远的停在远处的天空。来到此处的5人也都彼此察觉到，当即都是远远的投去戒备的目光。在如今的战场中，每一个人都可谓是敌人，他们的目光很快收回，然后看向了处于那一片灵海之中的萧炎，再接着他们的神色都是顿了一顿7重天位神。不过他的周围有一股非常强大的炙热能量，是怎么一回事？这小子原来是一位火属性的修炼者，怪不得能够让周遭的空气中有着如此炽热的气息，寻常的7重天位神恐怕都不敢轻易闯入其中。当他们在见到萧炎的时候，当即眼芒都是一闪，彼此心中都是掠过不同的想法。哪位看上我身上的圣花印记，尽管来取便是。而在他们神色有些奇异的远远注视着萧炎时，后者则是睁开了双目，淡笑的声音随之响起。听到萧炎这近乎挑战般的声音，5位争夺者眉头皆是一皱，不过却并没有人动手，因为萧炎周围可是蕴含着无比可怕的火焰气息，的确是让得他们都感觉到一些危险，而且他们更多的还在戒备着其他的4人，怕到时候出手被其他人捡了便宜。因为这4人可不是同一个超神势力的强者，而是进入万界圣子之地后偶然间遇到，见到彼此实力相差不大，并还是打算有合作，若是不敢来抢的话，那你们就退去吧，不要浪费时间在我的身上。萧炎瞧得他们似乎都没有出手的意思，便是挥了挥手道：哼，真是好狂妄的小子。听得萧炎此话，顿时有着一位男子冷笑出声，他目光闪烁地扫视了一眼萧炎周围的恐怖气息后，而后又看向另外4位同样是7重天位神的争夺者道：4位，如果你们不想出手的话，那就将这个机会让给我，不过你们必须先行退走。那4位名有着一剑断山河之力，任何攻势都无法撼动，既然如今你看上了这小子，那就将他让给你了。话音落下，4人直接果断的退走，因为他们的确是有些吃不准萧炎这种有恃无恐究竟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话，现在碰上去恐怕就是个头破血流，若是假的话，就先让这一剑格格主去试试，到时候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不过这4人也知道那一剑格格主必然会防备着他们，所以也都没有做一些无谓的掩藏，的确是远离而去。在感觉到4人的神力波动真正的远去后，那一剑格格主方才将冰冷的目光投向萧炎，冷笑道：无知小辈，真以为凭借着恐怖的炙热气息就能够让我后退吗？本阁主就让你看看今日如何将你击败，夺取圣花印记。话音落下，他便是直接是爆射而出，在萧炎那似笑非笑的目光中暴冲而去。之前的4名高位天位神在远离了萧炎所在的区域后，便是各自停下身形，然后双目微闭，散发出极其强大的神魂力量。在若有若无的感应中，他们察觉到在先前的地方的确是传出了极为狂暴的剑气神力波动，这一剑格格主果然动手了，那个小子怕是真的要倒霉了。他们笑着，然后静静等待，等到时候一剑格格主与萧炎拼得两败俱伤后，他们再找寻合适的机会出手。而他们的等待约莫持续了约莫半小时的时间，接着神色就是一动，因为他们察觉到那种狂暴剑气的神力波动正在迅速的消散，这么快就分出结果了。4名7重天位神都是微惊，然后面色有点阴沉，看来还真是被那个小子唬住了。这个小子果然是在装腔作势，真是便宜一剑格格主的3人暗骂了一声，然后同时暴冲而起，再度对着先前的方向疾射而去。他们都想要看看还有没有便宜可以捡半晌后，他们接近了那片灵海，只不过此时的灵海已经被毁灭了将近大半。他们凌空而立，目光看向其中，再然后瞳孔便是猛然一缩，因为他们看见在那灵海中心一棵巨大的古老树木之上，一道年轻的身影静静盘坐，在他周身空气中竟是出现了无数道火光，若隐若现于那空气中。4名7重天位神在看见那道年轻身影时，眼中都是有着骇然之色涌现出来。他们怎么都没想到，依旧站在这里的竟然是萧炎。而一剑格格主此时全身焦炭，只留下一口微弱的气息，显然先前的那一场战斗获胜者竟是眼前的萧炎。3人的眼中有着无比凝重与忌惮之色涌现出来，这小子不是7重天位神的实力吗？为何可能击败一剑格格主？而且他们几人的实力都与一剑格格主相仿，如果萧炎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中收拾掉后者，那么要收拾他们恐怕也不会花太多的时间。4位，我的圣花印记又多了一枚。
你们这么着急的跑过来，是来送你们的圣花印记吗？萧炎将手中的圣花印记射入自己的额头上后，冲着那4人微微一笑。然而他的笑容刚刚浮现，便是微感惊愕的见到那4名7重天位神毫不犹豫的爆射而退，眨眼间便是出现在了很远的距离。可是到手的肉怎么可能会让他们逃脱呢？萧炎望着瞬间跑得干干净净的天空，淡淡的一笑，站起身来，对着虚空拳头一握，顿时间这片空间浮现出无数道炫白色的火光，一股恐怖炙热的能量将这片天地笼罩，并且一股强大的天位神力撕裂开那4名7重天位神所在的区域。你们走不了！萧炎的声音悄无声息的在他们的耳边响起，然后他们的脸上终于露出了震惊之色。这速度，这实力，可不是一名7重天位神能够展现出来的，这简直是对他们的碾压呀！他们也是想明白了，原来这小子一直在扮猪吃老虎，真是好生的城府。下一刻，那空气中的火光早已经彻底的爆发而出，形成一道毁灭般的火流，将4名7重天位神全部吞噬。而尽如今，萧炎的实力暴涨，对付这些7重天位神，甚至是一些高阶天位神，仅仅施展出幻虚地炎之火的力量，就能够将其击败啊！啊呀！4道痛苦惨叫的声音在火流中缓缓传出，直至他们的声音消失后，火流给逐渐的消散而去。随着火流的力量消散，4道身影早已经重创，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竟是会败在一个年轻人的手中，而且还是有如此城府的小子。萧炎的身影轻飘飘地落在了重创的4人身旁。到4枚圣花印记，我就不客气地拿走了。如今萧炎已经有7枚圣花印记，原本以为这次万界圣子争夺战至少都是高阶天位神起步，结果连一些7重天位神都来了，这不妥妥的来送圣花印记的吗？不过萧炎知道这只是开始，真正强大的争夺者还在后头，那些才是真正的对手。所以萧炎可不会掉以轻心，但也需要尽快收集到更多的圣花印记才行。在接下来的几日时间中，萧炎既然1枚圣花印记都是未曾到手，当然了，中间倒的确是有过1名高阶天位神后期的争夺者来此，不过这一次萧炎却并没有将他拦截住，因为来人太过的华丽，并且身怀一种能够洞穿空间逃遁的之物，应该是从万界圣子之地中获得的天地宝物。对方一见到情况稍微有些不妙，便是瞬间逃遁，连萧炎一时间都是无法拦截，只能眼睁睁地瞧得即将落手的猎物瞬间无影无踪。看来这万界圣子之地中的天地宝物果然不一般，这里是一片一望无尽的海泽，海泽之中有着高高的山峰突破海面，犹如一柄柄尖刀一般竖立在海面上。此时的萧炎安静地盘坐在一座山峰上，他周围数万丈内空间剧烈地波动着，隐隐间有一道圣花印记若隐若现。咻！遥远处隐约有着破风声响起，只见的一道光影踏空而来，最后悬浮在距离萧炎100里之外。他皱着眉头远远地看了一眼萧炎，在略微沉吟了一下后，最终还是转身而去。萧炎也是望着那道光影消失而去，目光微闪，从此人的身上他察觉到了浩瀚如海般的神力威压，这种压迫比起之前他所打败的那些人以及那位拥有天地宝物逃遁的争夺者都要强上很多，果然越来越强了。萧炎喃喃自语，这几日中他所遇见的高阶天位神都是一个比一个强，显然经过残酷的淘汰还能够留在战场中的都不是省油的灯，而且从他的身上感应到的圣花印记应该至少也有30枚左右，看来之前这人也已经击败了几十位争夺者。既然如此，而当萧炎准备出手时，哗啦啦，顿时间海水翻涌，重重的拍打在山峰上，轰隆隆的声音犹如惊雷一般，在这片海泽之上远远地传开。萧炎那漆黑的眸子中火光涌现，而后渐渐地散去他的视线，若有若无地扫了一眼遥远处的一些海岛上，在那些地方他能够隐隐地感觉到一些隐晦的神力波动今日天地间的气氛，似乎是多了一丝肃杀之气。那些海岛中仿佛也是有着虎视眈眈的目光射出此时的萧炎，仿佛就是被群虎之中的一头独狼，只要他稍稍展露出一些颓势，萧炎相信恐怕那些虎视眈眈的家伙就会顷刻间蜂拥而来，将他身上的圣花印记尽数的夺取。不过谨慎的他们不太敢当出头鸟，因为他们也早已经听说这位叫萧炎的小子可一直都是扮猪吃老虎，所以他们都在等待着最佳机会的到来。萧炎望着那波光粼粼的海面，目光却是突然一凝，他微微抬头，只见的那遥远处的海水突然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变得猩红起来，紧接着猩红的海浪呼啸而起，化为万丈浪潮，携带着风雷之声滚滚而来。不过短短数息的时间，猩红的巨浪便是出现在了萧炎所在的区域数万丈之外，猩红的浪潮涌动，只见的在那浪潮之上2道身影浮现，一道血袍身影，那阴翳的面庞散发出极其恐怖的气息，实力已经是一名高阶天位神后期。另一道一身银色铠甲，同样是一名高阶天位神后期的争夺者。此时那位身穿银色铠甲的男子正面带阴冷之色的望着萧炎，那目光犹如是看待即将到手的猎物一般，充满着凶残与狠辣。竟然是你这条狼狈逃窜的失败者呀！这次还叫了帮手。萧炎瞧出眼前的那道银色铠甲身影，也是怔了怔，旋即哑然失笑道：“你不会以为叫了和你一样垃圾的帮手就能赢我？
不敢正面对战我，始终都是遮遮掩掩，不敢现身。打不赢我就利用宝物逃离，怎么眼下敢冒头了？听到萧炎那毫不客气的声音，银色铠甲男子面色也是一寒，森然道：小子，死到临头还敢嘴硬？萧炎眼皮微抬，淡淡的道：我会不会死我倒不确定，但我能够确定，今日的你还有你叫来的帮手，恐怕要玩完了。